高达战争打得你死我活的，却为啥很少看到有直接扔核弹的？在现实世界中，不管是普通武器发展如何，一旦讨论到世界大战级别的战争时，大家纷纷都会提起战略级武器核弹。没有核弹打什么仗？打到最后还得靠核弹等言论，在互联网上也算得上是家常便饭了。那么问题来了，在高达宇宙中，敌我双方经常杀得你死我活的，按理说早该丢核弹，快进到废土模式了，为啥剧中却很少用呢？抛开传统核武器在宇宙中本身效果就不怎么好这一客观事实，还要具体看一下各个不同作品的世界观。咱们还是拿看的人比较多的 UC、SEED、00三部作品来说吧。首先最简单的就是00这部作品的世界观中，各大国虽然延续着冷战思维，但终归还都是小摩擦，到不了用核武器的程度。而天人组织又是来结束战争的，肯定也不能用核武器，不然就不止被各大媒体报道为恐怖分子那么简单了。各大国想打天人也找不到他们老家在哪儿，所以只能在战场上硬碰硬。阿洛斯与纯元和天人的战争也是跟打游击差不多。换句话说高达00的战争都不是什么大规模世界大战，所以不管它设定是如何描述核武器的，单就使用层面上来说，就没有到使用战略核武器的级别。然后呢，就是 SEED 这部作品算得上是历代高达作品中核武器戏份最多的一部了。战争白热化的标志就是地球联合给 Plant 殖民卫星来了一发核弹，之后呢 Plant 便快马加鞭的研制出了中子干扰器，将以相当庞大的数量播撒到地球以及 Plant 周围。在这一前提下，别提核武器了，就是核电厂都没法用了。而转机是扎夫特自己研发的反中子干扰器，本意是想让己方的 MS 用上核能，结果被内鬼克顿卖给自然人，核武器再次粉墨登场。不过由于流星系统的变态拦截能力，导致其没能有什么发挥。另一边，克顿又怂恿狼爹直接把自己的大宝贝亮出来，让自然人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战略级武器。对比创世纪那恐怖的威力和打击距离，核弹就显得有点小儿科了。到了第二季，自然人一上来就想拿核弹搞偷袭，结果又被中子惊跳器叫做人。后面大战中呢，镇魂曲和小号创世纪的出现，更是标志着战略核武器早该翻篇了。其实关于 SEED 中出现这些超级兵器，官方有着很多详细的设定，有些还挺有意思的。等有机会我会给大家单开一期讲。最后呢，就来到战争持续年份最长且设定也最多的 UC 系了。其实 UC 纪元的核武器一直都在暗戳戳的刷存在感，有些是剧中就有提到的，有些是外传或官方设定集中打的补丁。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高达系列毕竟是世界上唯一受到过核打击的日本所创造出来的 IP， 而 UC 又是日本老一辈反战人士高达之父富野由悠季的大儿子，凡是由他主导拍摄的作品，对核弹的描写都是相当克制的。只不过随着不断有其他编剧参与到 UC 系列作品的创作，也难免会出现一些变味的表达。这个可以参考富野在某次采访中提到的一件事儿，他大4时去广岛长崎参加了第9回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在那场大会上，有人主张苏联这样的共产主义国家使用核武器没有错，美国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使用核武器才有错。这使得富野对广岛和长崎居然出现了这种意识形态主义者而感到冲击，之后他就不再参与到这类活动中来了。而在制作动画时，他也斩钉截铁地表示，既不会让我的作品出现这种意识形态，也完全不想考虑创作有这种意识形态的作品。以我的理解大概就是富野认为，无论是交战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该以杀戮为目的而使用核武器。因此在 UC 世界观中，在一年战争刚打响的时候，联邦与吉翁就签订了南极条约，特别提到了核武器的禁用问题。不过这个也有说头，咱们稍后再说。在富野主持创作的作品中，使用核武器最有名的就是《逆袭夏亚》这部电影了。影片中，隆德贝尔小队为了阻止新吉翁残党把阿克西斯砸向地球，而动用了核武器攻击，并且设定中明确表示，这时使用的核武器就是旧时代的产物，而非0083中那个 MK82 核弹。而且看得出，隆德贝尔这边核弹数量并不是很多，布莱德是多次用导弹掺杂着一颗核弹的方式来给真正的核弹攻击打掩护。吉翁这边呢，又有总帅和丘尼的浮游炮拦截，导致最终成功打击到阿克西斯的核弹寥寥无几，造成的战果也远达不到预期。我个人认为至少在 UC 系列中，别跟我抬杠倒 A 算是 UC 后续在描述这种双方大规模交战的场景时，富野是不想通过刻画核弹夸张的威力以达到所谓的廉价的反战效果，而是根本不想让大家对战争中的核武器寄予希望，仿佛核弹来了就能解决问题一样。有一种不宣扬暴力的强大就是最好的反暴力，大概是这么个感觉。另外放眼整个 UC 世界观，还有一些场景也是在原设定中或日后打的补丁中有提及核弹问题。例如在吉翁发动的
的不列颠作战中，联邦为了阻止殖民卫星坠落地球是动用了核弹的，可是依然没能阻止殖民卫星的坠落。在联邦与吉翁最著名的正面战场卢姆战役中，联邦这边是出于自信懒得用核弹，免得有舆论压力，吉翁这边是准备好了要使用核弹，结果发现 MS 就够联邦喝一壶的了。在奥德萨会战时，马克贝打算给攻击来的联邦来一发核弹，结果还被阿姆罗给阻止了。1年战争末期，巴尼最爱的圣诞节那天，吉翁原计划也是想用核弹直接扬了塞德六，不过呢也被联邦制止了。其实可以看到1年战争期间，虽然南极条约是吉翁提议签署的，但最爱用核弹的就是他娘的吉翁，突出一个不讲武德。只不过联邦这边不轻易使用核弹，也是因为他们有十足的把握能够拿下1年战争，尤其是随着 MS 技术的发展以及大镜子这种超级武器的顺利研发，民众最敏感的核武器那最好就是能不用就不用。而与1年战争调调完全相反的就是0083了。这部作品评价可以说是相当两极分化的，而分化的根本原因就是 GP02 打出去那发核弹。不管金奇老贼创作的初衷是什么，但单从演出表现上来看，颇有一种吉翁一雪前耻的味道。其实吧，在创作影视作品时，体现敌我双方都有劣迹，以及更立体的展现敌对阵营中的角色，都是可以理解的。无论角色身在何方，都有自己的家人、队友，会有想报仇的举动也是很正常。可是进行这部分描写时，也要注意原作的背景设定。吉翁这个在1年战争中从行为到思想上，在设定中都几乎对标纳粹的存在，居然会有如此招魂的刻画，属实是有点过了。而且剧中对 GP02 的战术核弹 MK82 的刻画也是相当有问题，一发核弹下去，画面中全是战舰残骸，这可是宇宙里核弹哪来的这种杀伤范围？在设定集中也是明确表示，首先是当时联邦正在举行越舰式，米氏粒子分布稀少，战舰之间距离也很近，在这2个前提下，这颗特制核弹爆炸后所释放的放射线打穿了稀薄的米氏粒子，使米氏粒子阻隔放射线的效果几乎失效，并穿透战舰的防辐射装甲，给舰内的官兵带来了严重的中子辐射，同时也对电子设备造成了破坏。也就是说很多战舰其实从外表上看是毫发无损，但内部却已失去运作能力的。设定中并没有提及什么因战舰失控而导致的连锁爆炸。所谓的2/3联邦战舰失去作战能力，大多数呢其实也是内伤，而并非像剧中描述的那样一片狼藉。所以说0083这一段核爆的场面，无论是故事叙述角度还是作画的表现力，都是有着相当大的问题的。而正是这些问题迷惑了一些观众，会让他们觉得对嘛，丢核弹就对了嘛，早丢早完事儿了嘛，为啥不再整点？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批判这种剧情就是披着反战的外衣的招魂作，看似是表现核弹的残酷，其实呢是一种反战败主义的宣扬。0083别提跟其他的 UC 作品比，它就是跟很多 UC 粉丝看不惯的 SID 比，SID 中对核弹乃至超级武器的描述都要显得更加反战一些。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高达 SID 中的高达为啥刀枪不入？事先说明这里的刀指的是实体刀，枪也指的是实体弹药。很多人可能会脱口而出因为 PS 装甲呗。可是 PS 装甲是如何运作的呢？它除了扛实弹、耗电快，还有什么别的优缺点吗？今天就让我们来好好聊聊 PS 装甲吧。PS 装甲即相转移装甲，是由奥布宇宙殖民卫星中的赫里奥波利斯工程学院提出的，由大西洋联邦的技术军官马流主导研发的。什么是相转移呢？举个简单易懂的例子比如说水是物质 H2O 的一个相，冰则是该物质的另一个相，由冰转化为水，或者由水转化为冰，都是相转移。而当物质从低位相，也就是粒子中的冰，向高位相转移，也就是粒子中的水，转移时需要吸收能量，这就是 PS 装甲的基础原理。而 PS 装甲本身呢，就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金属材料，如果给该金属通上高压电，电场就会改变该金属的微观结构，形成了低相位状态，也就是刚才举例中的冰。此时如果受到物理攻击，该材料就开始向高位相转化，而转化的过程会吸收大量的能量，同时还会利用该金属的超导性以及启动后的振动频率，进一步将受到的物理攻击散布、稀释，从而达到一种物理攻击几乎免疫的状态。这就是 PS 装甲的工作原理了。那么这个 PS 装甲到底有多硬呢？从剧中的表现，能无视常规 MS 的实体弹、重斩刀等武器的攻击不说，就连穿甲弹和磁轨炮都无法破它的防。设定集里边有一个专门的描写，用炸药桶点火的可以轻易破坏常规装甲的爆栓钳，需要在电力充足的 PS 装甲上全力进行20到30次攻击，才能突破该装甲的承受上限，从而将其粉碎。而在强袭高达那块电池的支持下， PS 装甲也能够承受76发常规弹头的攻击，才会将电耗干。不过这也是理论数值
实际战场上，这个电池包除了要给 PS 装甲供电，还要给光束枪、光束剑、电推进器等供电，想接下76发实弹很难的啦。话说设定集中还有这段描述，就是 PS 装甲不但抗冲击、耐高温，甚至柔韧性还很好。哦，难道这是试图解释剧中出现的皮套腰呢？问题是这也太柔了吧。最后 PS 装甲还有一个优点，就是颜色固定，一旦出厂设置好颜色（括弧该颜色在设定好以后很难更改）回括弧通电即可显色，无需整备班单独维护，所以 PS 装甲在整备班那边还是好评如潮的。说到颜色，这里正好也科普一下 PS 装甲与 VPS 装甲的区别。我之前做视频时就发现好多人以为 VPS 是威力加强版的 PS 装甲，这其实是一个错误认知。VPS 装甲是预设了各种耗能模式来应对不同的作战需要，也就是说把好钢用在了刀刃上而已，是在电池技术制约下的讨巧行为。而单论性能，同功率下的 VPS 装甲与 PS 装甲是相同的，你得明白。根据设定集里边说的， VPS 装甲雏形其实可以追溯到嫣红枪袭，这也是为什么吉拉开着嫣红枪袭去找拉克斯时，颜色能调整为吉拉枪袭的经典配色。另外 PS 装甲也拥有超频模式，该模式下装甲会进行过载保护，同时呢会发出光辉来释放多余的能量。不知这个小细节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呢？还有一个比较广泛的传言，就是 PS 装甲与反光束涂层不兼容。其实像迅雷高达的弓盾套装、深渊高达的龟壳甲都是涂了反光束涂层的 PS 装甲。后续的设定中呢也有提到，脉冲的盾牌也是 VPS 装甲。此时又有小伙伴问了，那既然二者可以兼容，为啥不把反光束涂层涂满全身，来达到更好的防御效果呢？答案其实也很简单，首先反光束涂层造价就不便宜，材料也相对稀缺，能给精英机体的盾都涂上就不错了。而且这东西维护难度也很高，就像现代战争中5代机的涂层，整备班拾到起来那这是一个头两个大。另一个问题呢，就是 PS 装甲在开发之初，主战场还是以实弹武器为主，而就算到了后期，在战场上真正高密度的火力网也都是由实弹为主而组成的。毕竟实弹武器造价低廉，攻击频率也很高，这一点是光束武器很难取代的，不是人人都能像强袭自由那样单击就能实现火力压制的。所以在实弹武器如此多的情况下，全身反光束涂层反而是有点鸡肋，大多数时候还没等反光束呢，就让榴弹把涂层给刮失效了。说到这儿了，就再来说说 PS 装甲的缺点。一个是耗电，这个不用多说了距离体现的非常明确了。另一个就是对光束武器没有太高的防御能力，注意我的用词是没有太高的防御能力，并不是不能防。像创世纪那种超大型的 PS 装甲，甚至连洋电子炮都能防。之所以会给大家一种 PS 装甲怕光束武器的感觉，只不过是 MS 的 PS 装甲太单薄，而且电力供应也不够罢了。最后还有一个小缺点，就是 PS 装甲无法与幻象粒子胶体共用，所以迅雷开启海市蜃楼时需要把 PS 装甲关掉。这里再顺带提一嘴 TP 装甲吧，它的原理其实是把 PS 装甲埋在常规装甲内，当外侧装甲受到攻击时，触发内部的 PS 装甲供电来实现防御的，也是一种为了省电而研发出来的装甲。而至于 PS 装甲的量产，则是因为工艺复杂、原材料稀缺等问题，一直无法大规模量产。这也是为什么 C 的宇宙的实弹武器一直能有用武之地的原因之一。杂兵之间，实弹还是很实用的。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高达盾牌那么结实，干嘛不用盾牌材料做装甲呢？这个问题自打我开始做高达小闲聊系列视频以后，就看到有人问过。一开始我以为这只是个别人会有的疑惑，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问题居然成了日经，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好吧，既然有这么多人问，那我就开期视频聊聊吧。其实这个问题何止是在互联网兴起以后成了日经，就是从远古时代算起，就开始有人就开始有东西在问了。当古生物们穿上厚重的甲壳，一副我天下无敌的姿态在海底遨游的时候，老天爷就贴心的送上了版本答案，有何鱼类，给他们了点 color to cc。 到了铁器时代，当骑士们穿上造价昂贵、制作精良的板甲时，看似无懈可击的铠甲也有很多缝隙作为弱点，碰到了钝器，那更是只恨自己穿着铠甲跑不动了。来到近现代时期，坦克的反应装甲强不强？为啥大多只给正面装呢？因为它太重了呀，太贵了呀，而且问题是都装上了，你也不是无敌的呀。投资回报比低不说，还减少了坦克能执行的战术种类。说白了，自古以来的攻守博弈，向来都是攻击方会很容易超过防守方，叠最后的甲挨最毒的打，用来形容叠甲人那是再合适不过了。看过这些历史上的例子以后，相信还会有人认为高达这种高推力、高科技的东西是不能跟那些历史遗物做对比的。那么咱们再来讲讲高达首先要确定的是，不止屏幕前的一些朋友想把高达身上插满盾牌，其实机设师们也想过。
不过他们都是通过给机体外加装备来实现全覆盖的样式，它的优缺点很明显，而且与用盾牌来造高达这个理念还是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就不讨论它们了。就说最普通的高达吧，大家之所以会觉得盾牌可以当做外甲，大概率就是把盾牌想象成冷兵器时代人类所使用的那种铸铁盾牌了吧。其实高达的盾牌并不只是一块大铁坨子而已。咱们来看一下联邦盾牌的横切图，你会发现它除了表面使用了和外甲相同的高达尼姆合金，里面则是使用了其他能够吸收冲击力以及迅速导热的材料，这样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御或缓解敌方的攻击。而且就算是这样实战中的盾牌也基本算是消耗品，除了能适当抵御实弹，遇到高爆炸药或者是高能光束武器，基本都是秒破盾。就是说从结果上来说你就算把高达身上弄满盾牌，遇到高能武器一样玩完。这还不说盾牌的散热问题难以解决，挨上几发就烫得不行，而且由于工艺问题，想要加工成高达身上那种多面形状，难度也是很高的。而且这种盾牌结构基本上与很多精密元器件是不兼容的，根本就不适用于做外甲。再加上盾牌的重量其实非常大，如果想把这种结构用于全身，高达的机动性基本算是所剩无几了。而这玩意儿呢又提供不了什么较好的保护，那你开这玩意儿出去，它不就是当活靶子吗？这时又有小伙伴问了，说看高达 C 的中的盾牌那真是金打又金踹，可不像 UC 盾牌那么脆弱其实这就牵扯到动画表现力问题了。SID 的很多设定其实是与 UC 异曲同工的，你要是看设定集就会发现 SID 中常见到的基层装甲盾牌实际上与 UC 的盾牌是有一样的优缺点，就算增加了反光束涂层，在面对高能武器时按理说也是扛不住的。不过嘛，这里就不得不说 SID 的演出还是太偶像剧了，为了凸显主角团的神勇，给观众提供情绪价值，经常会出现编剧玩嗨了的情况，比如木叔的盾可以在阳电子炮的照射下坚持到主人几乎快念完台词，这还没完，第二季木叔还要被直接拉起来复活，阳电子炮仿佛直接成了笑话。然而按照设定集中对阳电子炮的叙述，应该是打到强袭身上直接把强袭给吹成灰了，然后还要把后面大天使号的剑桥也一起扬了才对。所以说看 SID 的话，只要心里看着舒服就行了。它虽然有很多作画还是按照设定来的，但也难免出现会开后门的情况，这个就不要计较了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